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副秘书长何博文。大家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颖善。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张思刚。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另外，反论顾问 Thank you 哥呢，陈柏惟马上赶到现场。那最近陈柏惟说，当时他被罢掉那一仗，大家都还记得。那他要去告那当时那提罢的一些罢团的一些人，因为他觉得他的联署里头也有一堆跟这一次大家在查的类似。好，那待会听看 Thank you 哥那这一段的心路历程到底是怎么样？那他寄望达到什么一些目的？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当426朱立伦直接下了军令，520以后要罢免赖清德。那罢免赖清德实务上的难处，当然在媒体上面，在我们节目都讨论过。可是为什么要下这样的一个军令？而除了这个以外，那倒阁还是选项之一吗？可是，在蓝营要进行到包括2阶，对于绿委的这个地方，那朱立伦也下了军令，要全力往下走的是，在这个同时，对于蓝营来讲的话，那个隐忧是不是真正才爆出来？包括大家看到减掉收了金融党部，收了新北党部，而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在新北党部一样书记长被收押。然后第二个，在收基隆党部的过程一路办到现在，你在新闻上面应该看到，现在是面临到除了党部系统以外，行政系统也牵扯在这里头吗？因为基隆民政处长张延长被声押，而这个声押是因为是不是有动用到民政处一定有很多的名册啦，或者有这些有动用到这些个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蓝营除了在党部要面临这些问题以外，对于所有执政县市的行政系统也有这样一些的问题吗？那除了这个以外，你还看到现在已经正式民进党中央是由秘书长直接出来点名，这些所谓的系统性是不是涉及到组织一些犯罪？朱立伦你知情吗？当林右昌喊出这个以后，已经是直接党对党之间把这整个司法案件摆在2个党之间的对垒。好，那未来又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整个罢免的过程不可讳言，花莲这一仗一直被蓝绿都视为重中之重。好，那现在一战，第一个罢团讲说第2阶是不是因为426还出现了一些反作用力，所以呢那个收联署书会不会看起来是特别的顺利？5月2号他们说就要送件。但是对傅昆萁来讲，麻烦可能不止这个。今天在《镜周刊》里头出来的一篇的报道，是在讲当时一些矿业的一些内容，跟矿业公司，2021年花莲县政府跟矿业公司之间的一些的事情，还有绿营党，这跟傅昆萁之间的关系，或是造成什么麻烦？没错，首先恭喜我自己啊，我可以有投票权啊，我可以去投罢免傅昆萁1票啊。这个整个联署已经超过26000份，达成目标134%，30%叫安全数字啊，要扣掉一些所谓的可能是不合格的一些份数的时候，26000份已经达标了130%。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其实不止26000票，因为礼拜天426办完的时候，沈伯洋都讲啊，朱立伦又帮忙吹了，当天就缴了2000份，好。426一办完，花莲又增加了2000份，而且现在就我所知已经达到31000份了。八炯说他们5月2号送件的时候是希望能够达到20%的联署数啦，比如说19000份的20%，大概19000份的2倍，10%的2倍嘛，20%大概就是38000份，这个是他们的目标。而38000份未来一人拉1票的话，这个情况下就是可以安全的罢免掉傅昆萁，这个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达到所谓的20%门槛的一个他们的一个目标，冲刺的目标了啊！所以现在已经罢免傅昆萁的收件已经完成了，而且我要讲的是说，周刊今天报道啊，对傅昆萁相当的不利，因为他其实就是幸福水泥案，他跟业者协商的过程到底有没有勒索跟敲诈嘛？这个过程里面是这样子的，因为矿石税我们都知道，地方税你当然地方政府可以增加这个地方税的这个税额本一次只能增加30%，但是傅昆萁很厉害。不止30%，它是从10块到70块，等于是700%的增加幅度哦，这当然是违法的，业者当然不满，所以业者当然打了行政诉讼嘛。而行政诉讼过程，当然整个法院看到说你傅昆萁怎么可以地方税法规定就是一次只能增加30%，你为什么增加到7倍嘛？当然是判所谓的幸福水泥胜诉，所以判幸福水泥胜诉的情况下，你县政府应该把
超征的这个2亿元的税收还给幸福水泥。但是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县政府利用了空气污染许可，因为幸福水泥你要做这个开采，你要申请这个许可嘛，申请这个许可，人家要申请展延，他利用你要申请展延的机会说，如果你不撤告。如果你不撤告，我就不允许你申请这个展延啊，等于就不让你再继续开采这个矿石，等于是透过这个延展许可的这个县府的权利来作为勒索敲诈的一个手段嘛。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周刊报道里面的内容都很明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周刊哦。而且里面最关键一句话就是所谓的副县长严新章，他在里面说到说。丁管呢，大人都已经讲好了，秘书长已经说，丁管上面的大人都讲好了，大人是指谁呢？当然，对于幸福水泥来讲，就是他们的董事长嘛。那但是县长对于县府来讲，到底指的是县长徐正伟，还是讲的是立法委员傅昆萁嘛？所以这个大人是谁，就会让这个案情会不会往上延烧的一个关键嘛。因为录音档非常明确的，就是3个人：严新章副县长、跟秘书长、跟环保局局长。这3个人有参与这个会议，当然会有事情。但是对于傅昆萁来讲，会不会办到傅昆萁来讲，就要看到证据到哪里，办到哪里嘛。另外，傅昆萁今天当然有回复，他第一个回复就是说，没有1块钱进到自己的口袋。我要跟傅昆萁讲哦，贪污治罪条例第4条第1款第2项里面讲得很清楚，借势借端勒征强占强募财物，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包含强募哦。虽然你钱没有进到口袋，但是你钱不还给人家，你这些钱等于是县府强募来用在县民手上都不可以，都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嘛。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傅昆萁来讲，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他都推给议会。他为什么说啊？这个东西钱没有进到口袋？对，还有民进党议员，我就举张俊啊，这不是今天发的哦，这是2023年，其实议会当时在张俊是副议长的时候，他说他在第18届第3次临时大会提案提高矿税至100元每吨的时候，他那时候是副议长。张俊就深感不妥，所以没有加入联署，而且傅昆萁的说法都一样，他说为增加这个科税是为了提高花莲县整体的财源收入，扩大地方建设及民众福祉。然后呢，议员对矿石税提出质疑，他就攻击说议会阻挡了矿石税，阻挡地方发展。出事情了，已经检调在调查了，或者是监察院有在调查的时候，他就说闯了大祸之后就是把它推给说这个是花莲县议会主动提出的。其实这个案子很清楚了，都不是县议会所谓的，即使有通过，也是你县政府提出来，议会里面傅昆萁的人马占大多数，所以才强行通过。他不止在议会强行通过，他在2024年还透过，因为地方税法规定你只能增加30%嘛，他还强行提案，透过林思明提案要修改地方税法。增加等于是就地合法，把它违法的情势，希望透过立法院的修法的方式来让它就地合法嘛。这个就是整个就是傅昆萁在花莲，为什么人家说他花莲王的很重要原因，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觉得可以就这么干下去了。另外就是说，傅昆萁在这一次的这个案件爆发之后，他下面的人马其实都已经案件在身了，全部都在身，包含修容组的苏义顺嘛，包含查水表案的民政局长明良珍，还有幸福水泥案的严新章，等于是他最重要的，包含在辅选的人马跟反罢免的人马都已经涉案在身的时候，对于整个花莲反罢免傅昆萁要动员，当然产生重大的影响。OK， 你在新闻上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包括傅昆萁总召那面对的媒体，当然喊冤讲这整件事情光明磊落的，也从来没有这件事被泼了脏水。那他是怎么样回应的？让你先听一下，来。我们看到基隆市民虽然在民进党铺天盖地的抹黑之下，基隆市民还是做正确的抉择。花莲县民也是一样，再次的强调，对于操守的问题，我一定捍卫到底。对于所有的谩骂攻击，我可以正式的告诉赖清德，告诉民进党，你说的攻击抹黑，本人不跟你计较。因为我没有像你们这么弱。但四哥，这整件事情好，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花莲这一席，对国民党来讲当然重要，总召。
而且你看到包括民团啊、罢团在过程当中一直讲说，为什么国民党在过程当中有这么多的立委都被包在这里头罢免，就是因为去年整个在立法院的表现都是被傅总召、黄总召2个人这样，所以他们就点一个罢长一挂。好，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刚才思刚讲说，看民团讲说，在这个礼拜应该5月2号就要送件，而应该是朝着目标那个数字看起来的话，本来是10%嘛。如果照刚才易善讲的话，这是要28%左右。对，那门槛是25%，会变成这样。这个时候出现这个案子，对副总召来讲的话，会不会雪上加霜？这个案子拿来是催票的啊，基本上这个案子在过去的几年呢，大概已经有人去告过，然后检察官也查过啊，基本上这个也是当地的花莲县议会在105年就通过的，通过了，所以这基本上不管在程序也好，或者在相关的合法性也好，那基本上都这过去几年都经得起检验。啊，基本上这个也是当地的花莲县议会在105年就通过的，通过了，所以这基本上不管在程序也好，或者在相关的合法性也好，那基本上都这过去几年都经得起检验。那在傅昆萁过去几年也选举的时候，也有人提出来，也有人提出来，但是后来今天还蹦出音档就录音档啊，对，就是什么大人，对，好，但是最后反正就是不了了之。而且这案子，我决定再放到这边再来做一次这个冷饭重炒，基本上就是在配合最后的联署的情势嘛，再冲一波嘛，啊，然后另外呢，再把这个傅昆萁呢再去泼一次脏水。请问一下，今天把基隆案子拿出来讲，到底是好不好？因为今天基隆又发生了，包括民政处长然后被声押，类似这样子。当然，他讲的是说谢国良当时被罢免的案子，基隆市民啊，还是做，就这个时候把基隆再拉出来，你觉得在策略上面是好的吗？基隆市的部分，这种基隆市案子跟他有点稍稍不一样但是他讲的说，同时是捍卫就是公产呐。OK， 包括基隆市那是东岸广场他说这个矿石这个开采呢是为了花莲的增加税收，而且不要让矿石公司呢在采矿的时候要有一些相对的一个成本概念嘛。所以我觉得他做的是这样比喻，那也是用的，比如说那时候呢全党打一人，全党在打谢国良，然后呢从去年的过年一直到7、8月间，差不多就差不多去年这个时候。后来是因为柯文哲的案子插进来了。对，这差不多去年7、8月投票，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谢国良也比较采取一些柔式的一些做法啦，然后让基隆市民了解到这个案子。那当时的司法。法官的部分，我觉得基本上也是帮了谢国良做某部分的澄清，包含他几个案子里面的一些裁定等等，都有利于谢国良，所以谢国良去年上半年基本上就安度危机了。那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傅昆萁讲这意思是不是一样，希望这个花莲市民就是仔细想想，他帮花莲到底做什么事情，然后呢来去激发他投不赞成、不同意票的人出来。OK， 不过你会听到刚刚思刚讲这种，第一个冷饭热炒。他觉得这个冷饭的热炒而已，是这个样吗？还有另外一段，对于傅昆萁或黄章总召，去年一整年，现在看起来的话，包括罢团的说法，或是民党现在正式要跳出来帮罢团，已经正式上了台面，讲起来都是去年一整年在立法院所有的，如果真的要算起来，在你们眼中的罪魁祸首，傅昆萁一定是其中一个，是吗？我想大家都知道罢免很不容易，因为罢免你必须要出来填上你的身份资料，然后你必须走出来动那支笔。坦白讲，那必须要很大的勇气。那跟选举的时候那个情况完全不一样，尤其花莲更是难中之难。所以当时我觉得，当罢团发起这个罢免傅昆萁的时候，坦白讲，我们一开始是完全不看好，就是闹可怜。傅昆萁在花莲是包山包海，花莲王，开玩笑，他说了算。而且有多少相关的事业利益挂钩在那边，你要撼动他多么不容易。但是没想到今天花莲王感觉上慢慢的他的整个花莲王国好像快崩解了。为什么？很简单嘛，目无法纪嘛。你想想看，这个事情坦白讲，现在司法程序都还在走啊。今天也爆出一个新的证据来啊。面对相关的事情，2亿多的不乐之捐，而且大家如果听那个音档。那个里面几乎是用要挟的方式，我法院判决说该还你这个福安的这个矿产2亿多，法院判决，然后你竟然可以市府用其他的名目来要挟你说，你如果要那2亿，你可能会损失更大哦。
这个不是花莲网的霸道，不然是什么？这种事情，坦白讲，如果今天发生的，照正常来讲，国民党应该出来道歉才对啊。压着傅昆萁，你要对社会大众道歉，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他们今天不是，我们没有这件事情，还去骂其他的这个政党领袖说你们怎么样？我认为这个事情，第一个，民众看出来觉得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你看傅昆萁的这个罢免联署，你看节节高升，这表示什么？表示人民出来表达意见嘛。好，第二个，这个我认为这个事情刚又扯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基隆其实大家不要说光看这个基隆基隆这次这个张渊祥这个民政处长，坦白讲他也很严重我目前看到媒体报道是说什么？说张渊祥他是民政处长，他是利用他民政处长的权力，然后直接去调动户政系统的资料，然后把户政系统资料拿出来协助罢免这个民进党的议员张志豪跟郑文婷你可以赤裸裸干这种事情吗？我请问这件事情不严重吗？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你国民党难道今天不应该对人民表达一点歉意吗？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他还是检察官出身吴宗宪他公开指控他说检察总长邢太昭，公开用视讯要求各地联署要去办这些事情，他还说办蓝不办绿，还说办蓝不办绿。好，我请问你，你讲这句话，你检察官出身我说还有这个人现在不是检察官，我告恐怖吴宗宪，你敢这样讲，而且具体讲、公开讲，没有任何问号，没有任何疑问，请问你证据在哪里？邢太昭今天如果真的开那个视讯会议，假设有人不爽、有人不满，真的觉得施压很简单随便截图拍一下，你今天邢太昭如何自处？如果在这整个过程中政治力介入我就是这个要求你非办不可，施压法官你搜索票非开不可，你觉得法官就真的这样子就都不吭声上头来施压，我赶快检察官要来搜索票，我就开给他，检察官都不用去说服法官吗？法官就这样被施压吗？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已经是到反制的阶段，你知道吗？这种不是单纯去讲说什么政治破坏这种东西，人民明智已开嘛。就像你们426去讲那个什么独裁，怎么一堆笑话，说现在是你站在总统府面前，然后高喊说我们反独裁，不是笑话吗？那我认为这整件事情我都不讲别的，我到现在国民党一句道歉没有，国民党一句反思都没有，通通都是司法破坏。我告诉大家啦，人民不会相信的啦。这个国民党需要党中央包括针对这整件的事情，各地方的这些事情要公开道歉吗？那包括吴宗宪委员所讲那一段，刚才博文一直要看到有证据在说话，他要看的是证据。我觉得民进党才需要道歉因为很多的这些民意调查看得出来，昨天包括民进党电子报也讲，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政治介入媒体、介入司法这部分的反感度是很高的，基本上是认同这些部分的。那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包括中选会也说送了我记得好像30几件嘛，其中也有罢蓝委，也有罢绿委，但是你看到罢蓝委的这个就是基隆的部分，只有你早上去敲敲门，然后后面都通通没事。那罢那个由郑文婷跟林佩祥。罢林佩祥也有117个死亡那这个部分为什么没有去做任何的进一步的搜查，或是检方要求去做这个羁押呢？都没有做。所以大家给感觉就是，检方在办这些案子的时候，严办蓝，轻放绿。我觉得但一般民众会有这样的印象，所以我是觉得，我还没讲完，好不好？好，我们大家是一个合理的、平和的这个论证所以大家给他讲完了。就是大家会听得比较累。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不必去做这些强词夺理。再来看我们法律很多案件是一个累积性的。OK， 我们前次有罢过韩国瑜嘛，还有罢过其他人嘛，等等。有旁边有一个，对，还有 Thank you 在这边，你有来。OK， 那请问一下，这些过去里面有发生这些事情，有人被羁押吗？有人被这样子用这种抄家的方式去做搜查吗？在我们印象里面好像没有。OK， 那现在也有检察官去投诉啦，就我们在这些罢团在收的时候，我没有能力去做 double check，也就是说，我今天去填了我这些资料相关资料之后，我这个主办团单位我只有收，我没办法线上立刻知道，这个人是真是假，甚至是死是活，所以这个部分过去大概都有检察官、法官去做类似的一些解释了。那在这个时候用大炮打小鸟，用不合比例的方式去做全台大搜查，
我觉得一般民众是看不下去，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也不必去一直讲说，哎呀，426的人啊，怎样，那人出来就是这么多。426的人啊，怎样，那人出来就是这么多。我觉得那个部分也就相对的反映了很多数的民意。那一个想要把事情办好的执政者，应该谦卑的倾听不一样的声音。如果连蔡英文都做得到，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赖清德都做不到。对于一个反智反民主的这个独裁，过去独裁习以为常的政党，他当然觉得这个没什么啊，大炮打小鸟啊。我请问大家，从北到南，立法委员这个每一份联署都牵涉到立法委员的罢免立法委员的职权跟他的职务有多神圣？你竟然用这种违法死亡联署1900多份，然后呢，你这样子去干，然后你现在觉得这是小事啊，真好。所以说，一个对民主政治制度不重视的人，那觉得这小事这哪有什么？我们以前党国威权时代这哪算什么？好，那我要讲这个事情为什么会逼到他们要用死亡联署这种事情，因为当时35-0，这个朱立伦自己没有警觉到民怨沸腾嘛，尤其总预算23之后引起很多民怨沸腾，35-0之后，哇，他想说糟糕的这样子怎么办？大家反对浪潮往他那边涌过去，结果就只好怎么样，使出杀手锏，就干脆用死亡联署，干脆用抄名册啊。那这个部分今天被逮到作弊结果学生被逮到作弊说，为什么老师抓我？为什么老师只有抓我？我请问。没有关系，你们都可以去指证说什么司法破坏，可是没有关系啊。民主社会你可以指控，但是你要提出证据啊。国民党从头到尾一直讲检方、讲法官，说司法破坏、司法不公。你举出哪一个例子告诉我们？我跟大家讲，以现在的民智以开资讯发达，真的有谁去压不住的啦。吴宗宪以前就是检察官开玩笑，你叫里面只要有一个像吴宗宪这样的人，你觉得这事压得住吗？上级刑态之后直接施压说非要怎么样，法官要开搜索票，我明明不要开，结果上头一通电话来说你非开给他搜索票不可，你举出一样就好，或者有哪一个人出来讲没有，到现在都空口说白话，到现在在鬼扯。我认为这个是让人家觉得最难过的。好，那我要讲今天事情到这个地步真正谁在施压司法？很简单嘛，立法委员里面地检署在侦办的时候，包围地检署还不打紧隔天马上在立法院开专案质询法务部长。我告诉大家，过去国民党黑金盛行的时代，连那些大哥都不敢做这样的事情啊！你知道以前那些黑道大哥在立法院他们至少还要守一个分际我如果有案在身，或者我形象不好，司法法制委员会他进不去，他不敢去质询这个检察总长或这个法务部长都不敢。现在不是现在。这个有案子对不对？先包围地检署，先给你喊半天，喊完之后怎么样？喊完隔天再去立法院质询。我告诉大家，台湾民主如果会倒退，就是像国民党这样的政党。要会什么？第一个就是现在是民党执政，那所以的民党接受大家这些监督不管是在野监督或是舆论监督，那个是理所当然。任何正常的民主国家基本上都会这样做。第二个呢，在法论法。这个有一个承认多年检察官还有主任检察官的法界人士指出这些联署资料，不管是你有中间有死亡也好，错误也好，基本上的地方选委会跟中选会呢都会实质剔除，也就不会成为有效的样本。所以就当结果来看，这个剔除，然后呢罢团去补件，补件完之后呢，事实上也不会对立法委员的职权或对他的罢免与否造成实质的影响。那过去呢？我们这么多罢免案，基本上就是按照这样做了，而且这些罢团里面，不管蓝绿的，也有补件的情况嘛。那你不管是中间有错误等等，那你补完之后就正式核准你来进行2阶的联署。也就是说，我中选会认同你补件完后的结果了。所以我觉得这部分，过去多年来累积的司法实务就是这样做，中选会也是这样办了。所以这个部分会让大家觉得说，为什么现在的做法都跟过去不一样？是不是就是严以待人，宽以律己？OK，Thank you。刚讲说民进党要道歉，你为什么要不吃一下？
然后讲说这个过程有很多的资料跟内容要看，你看到的是什么跟张志刚不一样？是啊，大家如果是看 YouTube 的话，你把那个时间轴拉回去，主持人问的是花莲，他在讲罢免，那原因是什么？因为花莲网明显违法，而且没有办法评论嘛。坦白讲就是没种。什么叫没种？不敢评论自己家的大人。今天如果知道他在花莲倒行逆施的话，你当一个议员，当一个各地区的议员，当金门马祖的议员，都应该看得出来这个有问题，这个才叫诚实交代。正常的正常的民主国家，它出现一个违法情势的时候，两个党要比说谁修的法比较好，而不是一个要想办法跟大家说哦这个违法的，另外一个想办法跟大家讲说没有，这个都是政治迫害，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全台大罢免，今天才会傅昆萁翻旧案。你知道傅昆萁他的案子告诉几次吗？告诉20次你知道傅昆萁他在花莲这种水泥矿场的这个叫做课税案，课了7件，只要有人来盖，他就给你涨租金，涨完之后就去告，告完就败诉，然后不然就是用什么空气许可去让人家减产，不然就是用禁止财产处分。以前有一个议长叫赖敬坤，为了要出来跟傅昆萁选议长，当时的选县长，当时傅昆萁直接怎么样，把他们家的矿场关起来，这些是正常国家啊！你看完这个，你有办法评论说哦，这个是政治攻击？跨柜，拜托一下，今天有录音档流出，他很明确的是有一个人跟他讲说，不好意思你如果不这个钱我不会还你啊，你如果要的话，我们来谈一下地方回馈，这不是明摆着用公权力跟司法勒索吗？所以现在国民党是支持勒索咯，国民党不道歉的意思是挺勒索。这个，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关系，没有做功课就顺轨就好了，不要讲的好像这些事情是对的。花莲王在傅昆萁今天会搞到这个样子，连蓝的都要出来反他，那个就是他做错了嘛。啊，做错了，你得保持距离的好啊，都唔免替讲迄有的无的，对不对？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允许这种黑金地方派系用公权力跟司法来勒索老百姓跟厂家的事情？大家允不允许这种事情嘛？矿石景观税最伤的是伤谁？就是伤到花莲人呐！你是大企业，你敢过去那边？你是水泥，你还过去开？你去的时阵还讲，这一栋10块，互阮这收全国上俗。见面你钱也少啊，银行啊贷款啊物件也起落啊，设施也要讲歹势，一栋70，我爽嘞，我要盖啊，无你要加啊，这样子你吞得下去？全台湾有哪一个结账的时候跟买单的时候数字不一样的啦？只有啦，历史有啦，就是国民党在吃这个战后这个叫什么？战后经济膨胀的时候，一碗阳春面吃的时候30，结账的时候300，那个有啦。不是啊，这个是常理耶，我们是活在什么80年前吗？所以今天傅昆萁的状况，我跟你讲，他的逻辑也很简单，因为我当上县长，我当上立委，我就是王，所以所有的公器都应该以我的意志来使用，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执政，他们旁边自然就会出现很多的所谓喽啰跟手下嘛，他们会揣测上意嘛，那这个揣测上意最后会怎么样？就是变成他的弹壳保护层嘛。这一次的案子，那录音档流出来的人是谁？叫饶宗啦。饶宗，我跟你讲，饶宗的情报不是花莲人跟我讲的，是香港人跟我讲的。他以前去的时候都说我做好啉，等馆长无法度啉，我啉。环保的你也看有这件代志无？讲。我一面2支叉啊，最近搁去求证，讲歹势，我进较歹，我进存支半，就是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嘛。所以我的逻辑很简单，第一个，你们这件事情如果是合法的话，你知道去年立法院有修过这一个法，这个叫地方税制通则，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要给人家收特别税的话。有一个30%的上限，你10块可以调13，啊13你明年再13乘以13，169。那可是问题是你不能一次给人家涨700%。这个叫地方税制通则，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要给人家收特别税的话。有一个30%的上限，你10块可以调13，啊13你明年再13乘以13，169。那可是问题是你不能一次给人家涨700%。那傅昆萁为了这件事情，为了让他当时告诉的东西可以合法化，所以他做了什么事，你知道吗？他把这个通则修掉了。当时修的人就是什么翁小玲、黄珊珊，奇怪有的没有的。你知道修这个法的当下，傅昆萁在哪里吗？
傅崐萁在香港来制造不在场证明，这个法就是为傅崐萁修的，这个才叫做脉络，这个才是我们要去讨论的内容。然后我们就会针对这件事情，大家讨论说啊，为什么130，为什么700啊？你可不可以之前可不可以这样子啊？后面要怎么做？这我以为的民主政治是这样子啊，结果现在就坐下来说啊，因为你这样傅崐萁被罢免啊，因为傅崐萁被罢免，以前的事情都是对的，这个都泼脏水啊，有加好谈啊，我以后我慢慢做民嘴。气死啊！不要讲啊 ！Thank you。那我刚刚讲说那个博文讲说罢免不容易，我当然是半开玩笑，我说没有啊，那边就有一个。你那个时候你说要告，你说你要告以前对你联署的那些，为什么？不容易啦。哦，等一下调整情绪 ，take 啊，好，接下来进行罢免说明。这个是样态嘛，吼，这个叫样态。什么叫样态？就是说两边的罢免死亡联署明显不同嘛。那明显不同的情况下，当然就可以提出质疑。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很多人会来问我。我们看一下这个合格率啦，哈，这个叫做提议数合格数嘛。那你如果罢免蓝委这边都是几乎90%几，还有到100的啦。那你如果要罢免绿委啦，当然。为什么绿委根本烧不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罢他、啊，他们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你们罢免我，所以我要罢免你啊，就跟当初罢免陈柏惟的理由是因为你们罢免韩国瑜啊。好，然后你看绿营这边的就是多少，80%最高了啦，接下来就是往递减，一直到50%的都60%、50%的啦。好，那我问题来了，如果今天这一张我罢免之前有没有立委被罢免？没有吧？没有。我没有比较的基准，我不知道。我今天看到这一张，我还不气死。那很明显，我当初罢免的就归类在这一组嘛，因为我的不合格率是18%，所以如果换算合格率82%，那好，我们看这个是当年的这个数字啊，好，包含黄捷有26%，高敏玲其实才是最厉害的。高敏玲这里有75%，你知道75%是什么概念吗？75%的概念就是我送了1000份。然后他跟我说，我送了2000份，他跟我说有1000份不合格。我收回来之后，我再送这2000份，这样子就会变成4000份，有3000份不合格嘛？因为里面只有1000个是对的，等于我拿回来我补件的时候我再送一次，这样才有75%嘛？啊，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了，你觉得他们有什么做不出来？所以，我当初其实就知道说，应该说不是当初就知道了，应该说隐隐的最近就有感受到怪怪的，但是最好笑的事情是我决定要告，其实要感谢我的罢免领衔人啊。这个人叫做台中阿文，他有一个他自己的账号，他在3月16号，2022年3月16号，也就是罢免我之后的半年，大概4个月左右，我10月23下来，他3月发的。他说啊，乌日分局3月6号寄了一个伪造文书，然后叫杨文远去到案，要他3月25号到案。那3月6号要他3月25号到案，他3月16先发文，然后他当时就讲说啊。我被侦办了啦，我被约谈跟调查，我不会害怕啦，然后我要发声，要牺牲啦。他不发这一篇，我今天不会去告他。他发这一篇代表什么意思？有做笔录，有调查嘛？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了，不是我告的，不是我告的是谁做的？原来是中选会嘛。中选会当年就有做这件事情，只是因为没有人觉得受损害，所以他们不能继续办下去。这个。石冈，你以后要选立委，这个都要做功课啦。所以今天这个情况，东西来了，然后我们看到，原来有做笔录，但是当年因为没有人认为足智损害，所以当时就办到这里。可是问题是，他有做，所以当时也没有人传你去问过所有的，没有，完全没有，都没有，也没有人告知我什么都没有。而且我坦白讲，那时候在疗伤啦。那我坦白讲，有人跟我提过要不要去告了。那我的心情是这样子，就是说啊。我被罢免了嘛？用感情关系来讲，就是他们选择别人嘛。那我再回头这样子好像怪怪的啊。可是后来我朋友又说服我，年龄相近的政治工作，他就说，你如果分开是因为误会的话，不是应该先把误会讲开吗？这也是鼓励我这一次再出来提告的原因嘛。那逻辑很简单，就是今天我被罢免，我要这个，我也不是要回到立法院，因为事实上，因为也没有办法回去啊。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去，所以。今天这个事情是要干嘛？是要维护司法的公正性，以及给乡亲一个真相嘛？你不能弄得不明不白啊，然后鼓励大家继续这样子。所以很多人说我这个叫做什么？叫做隐藏一张陷阱卡然后当年如果告的话，今年可能就比较不会抄了。当年没有告，现在全台湾国民党都在抄。好，那罢免到底简不简单？罢免如果简单，你都不用动这么多人。
这一张上面正中间叫朱立伦。来，依序唱名呐，那个还没有签联署书的记得出门。依序唱名，我们由右到左，杨琼英、谢依凤、钟佩君没有选，叶元之、沈智慧没做了，要罢黄建豪，罗志强，这里只有杨琼英，甚至杨琼英跟沈智慧都不算台中的。来下图，徐巧芯有没有看到？然后呢，特别本来没有准备这一张的，这个。哦，你说这是你罢免你的时候去的人？当然呢，我这些人，你现在是要点名？我跟你讲，这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去过台中海线，就为了罢免我去那边办旅游团。来，这个人是林奕华，哦，这个台北市副市长，时任立委。江启臣，这个挑战台北市市长，台中市市长。严宽恒，哦，重回立委宝座。来，郑肇兴，台中市副市长。张思刚，现在还在当议员，加油一点，为你祝福。一定要更上一层楼。OK， 所以你可以知道 Thank you 的那个情绪，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当然后来讲说那个法院那时候办的时候，如果真的有曾经地检署有侦办过，没有传过他，可是这整件事情 Thank you 现在决定去告了以后，这个案子后续会有怎么样发展？可是刚 Thank you 讲了一段话，从傅耕萁那个案子一路到现在，上口，这次大罢免很大的一段火分两段，后期是因为总预算的问题。前期是因为青鸟出来说那个什么法案，包括扩权法案，他们用扩权法案什么所有这些词，如果真的算的话 ，Thank you 刚讲那个税务通则，就是这整个过程当中会引发怒火的其中一环吗？而这个现在看起来的话，其实花莲我们刚才讲到基隆这次民政处长被声押，可是这不是第一个从党务到行政系统，花莲是第一个民政处长被收押的。李良珍那时候不是说查水表，然后去挨家挨户问这些事情，所以现在看起来，从这个一路烧，我刚刚讲，对国民党现在的麻烦是，不是党部现在有一些，包括这个什么书记长被收押或什么，现在是行政系统也被牵连烧到其中去了。对，那当然先说那个地方税法通则，其实地方税法通则总共在今年跟3月跟4月有2个版本，3月是赖士葆提的版本，4月是傅昆萁提的版本。OK， 到去年5月6号的时候，两岸并成保留送院会。好。10月13号的时候是由陈玉珍担任主席，召集，因为他是内政财政委员会联审，所以他先由委员会召集了所谓的协商。当时郭国文是从头反对到底。当时郭国文是从头反对到底，那最后的结论是保留送院会协商，就是院长协商了哈。那院长在12月应该是12月10号的时候协商吧，那协商的时候当然里面激变得很严重啊。那当然有人说把花莲的个案拿出来讲啊，就矿石税的事好。然后柯建铭是以这个法律法体的问题不宜等等啊，到最后还是13号就通过了哈。通过的版本是以傅昆萁的版本为主啦哈。那傅昆萁的版本里面呢，他很清楚的把第2条所谓的临时课税跟特别税啊，排除在这个所谓的30%的范畴内，30%的范畴内。那你从这个法律，我们回过头来再讲这个法律的时候，哈，跟刚才谈到的矿石协商又有关系了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镜周刊》的报道。如果各位有兴趣，把监察院当时调查跟纠正矿石税的案子并起来看并起来看，你就会发生很多事情。第一个，《镜周刊》所写的录音档是2021年的7月7号。好，福安矿业的福安2坑是在花莲，它有一个固定污染操作
那个郑6月25号申请展延，7月2号县政府发文叫他缴钱，7月5号缴钱，他的正式到15号到期 ，OK， 这边7月7号开，7月5号缴钱，缴完钱依规定35天内必须要转播，好，你看这个日期的接近，然后再看那个会中的内容，说你的操作证过期，我可以要你停工，对不起，7月7号没有过期，7月15号才过期，你看这里面的说法，我是业者依法提出展延，你这边在跟我用开会，告诉我说你不过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说这种手段，所以你单看《镜周刊》的时候7月7号，但是你回过头来看纠正文，原来在升级展延的阶段整个过来啊，你把并起来看，你这不是极度的恐吓威胁业者吗？他们没有妥协，7月13号真的停工就发下去了呢，停工发下去了呢。他从7月15号开始停工，16号停工，一直停工到10月吧，10月19号停工，禁止采矿，连运输都不行，你把这整个事情合起来看，你说检调不需要好好厘清吗？那请问一下，那个音档里面讲的，反正在台北大人大家会谈，那里头那个大人他没有说大人是谁嘛？当然有很多人会合理推论，大人那会比这些官儿还要再大的人，那会有谁呢？再上去就变成是因为当时到场的是从副县长、秘书长这些，再大的人，要不就是一般有媒体上面大家就讲，那再大的人，要不就县长，要不就是立委，大概就是这样。可是副院跟你讲说，那你凭什么大人就是我？那你看他刚出来喊冤喊成这个样子，很简单一件事。2021年7月7号协商，前一天是2021年的7月6号见面嘛，两个大人嘛，他说昨晚见面嘛，昨天见面嘛，7月7号的会议，7月6号见面嘛，那7月6号见面，大人是谁？这个案子起因是哪一位县长？傅昆萁任内，整个诉状在告就傅昆萁任内。2021年的7月7号，谁当县长？徐正辉啊，夫妻啊，然后去查那一天7月6号礼拜二，我还没查出来立法院有没有延会，我刚才还来不及去查有没有延会。好，因为在台北见面，这如果延会的话，那如果还是重要会议的话，那立委应该在台北啊。那县长会不会在台北？这不难查嘛。你知道那个讲大人开会，然后会后有打电话给我，我大概知道方向是谁讲出来的。张一华，调他的通联嘛。他说他有接到电话啊，会议结束了，调通联那支电话是从哪里打出去的？是谁的嘛？我觉得检察官不会不去查吧？应该不会太难查吧？因为这整个案子现在照媒体上面报道是讲说，因为也有这些音档呢，是不是包括检调这些在查？是刚刚讲说这个案子前面就曾经有过好几次，说都有办过，就是冷饭热炒。所以这整件事情好，反正因为现在媒体上已经这样报了，所以在未来你看到刚才副总召出来在媒体前面还出来喊冤讲的所有这些，好，这个案子司法程序在走，可是对于在罢免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像思刚讲，他会吹出另外一波？阿淼，除了这个以外，我刚刚讲，花莲的民政处长是第一个在整个罢免这个过程当中被收押的行政官员。那今天是基隆的民政处长被声押。国民党的麻烦事可能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当所有的党部今天还有新北的书记长被收押。你再怎么压，他就是党部系统的人。可是当烧到行政系统，行政应该好了，
就是废话一句，行政中立，好吧？大家都会这样讲。可是当行政系统被烧到这个里面的时候，它就不是单纯党务与否的问题喽。这个一路烧下去还得了？之前有讲过哦，国民党在骂别人的事情，经常就是他们曾经做过或正在做的事，真的屡试不爽。这个国民党先前骂说什么？那时候都是赖清德。赖清德用公家的资源搞大罢免，赖清德用行政资源来罢免在野党，骂得很高兴。426那天大家上街，哇，这个群情激愤。结果今天基隆这案子出来，才发现，哈，是谁在用行政资源介入罢免在野党的议员？以基隆来讲，基隆是谢国良执政啊，他的民政处长身兼基隆选委会的总干事嘛。现在涉嫌什么？涉嫌运用户政的资料来推动罢免基隆市在野党的议员。国民党这一个字啊，懒啊，真的就懒吗？你说这些什么抄名册？我讲真的，你罢免人家立委第一阶段，你干嘛抄名册？你就在选区里摆2、3个摊子，叫你们党员全部都出来签，你也收集得到这2000张啊。对啊，为什么要抄？那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在哪里啊？摆摊好累哦，风吹日晒雨淋又要自宫，不如啊，党员名册拿来我们处理处理嘛。那可是抄党员名册会有个问题啊。因为会出现死人联署啊，赵少康有讲，疫情期间呢，他说他们比较多人过世，所以名册良率低，没有更新嘛。那现在基隆的民政处长，我觉得这个最可笑、最可耻的就是说，甚至连更新党员名册都懒，你连打通电话关心这个党员还在不在，你可能都懒了，直接户政系统打开，因为我们看得到谁还活着。这个就是一个国民党，你从头到尾你从来不认真严肃的面对自己的政治。你看国民党为什么会从执政几十年哦，后来有李登辉，再后来也有马英九，弄到现在变成这样子。因为国民党从来对于政治是打混，非常不认真的，自己的两岸论述也不好好弄，然后现在论到被罢免，因为还说那你罢我1个，我罢你5个，你罢我5个，我罢你10个，那你连这个联署单你都不愿意自己出去一张张写，所以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啊！你一直说哦，这个赖清德都司法迫害，我都问一件事情：死人联署是赖清德打电话叫你们抄的吗？死人联署是赖清德叫你们抄的吗？还是说哦，这是一个放长线钓大鱼？以前我们抄都没有抓我们，现在我们抄了就来抓我们，是设一个陷阱？不可能是这样子嘛！所以我觉得今天看到这个，你知道基隆这个张渊祥他是选委会的总干事，他自己本身就要负责说这个选务的公正跟中立哦，结果他竟然跟基隆的这个国民党党部不但尬在一起弄这个罢免议员就算了，还涉嫌违法。另外一个新北也有一个他们这个党部的书记长哦，叫做陈真荣，他是什么？他是新北选委会的委员呢。我就问，你是选委会的委员，你本身的义务，你的天职就是要维持选举的中立，结果你下去跟人家搞罢免就算了，你甚至还牵涉到这个死人联署的案子。那，基隆也给国民党执政了，新北也给国民党执政，人民不是没给机会呢。现在国民党在所有的22县市里面拿了14县市是多数人民其实是很愿意去支持国民党的现在国民党里面立法院是国民党最大党人民哪有说不给国民党机会？但是国民党自己总是把机会搞砸。在这个里面，我完全看不懂，就是说你明明有能力自己签联署书，为什么要搞这个？而且你搞了这个之后呢，被抓到都没有觉得有一点脸红不好意思，他说哦，这个都是司法迫害。我竟然看最近的政治啊。我觉得会不会说黑道跟诈骗集团都起心动念说，不然大家都加入国民党好了，让以后贩毒啦，或是诈骗啦，或是什么犯罪被抓到，就说哦，这个是司法迫害，我是国民党的，我在监督民进党，怎么可以这样打压？我就问一件事情，你要监督政府可以啊，可是为什么要伪造文书？伪造文书在你监督政府的过程当中扮演了什么不可或缺的角色？我完全不能理解。
过去你说哦，这个太阳花是不是违法抗争？对，太阳花违法抗争。可是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冲进立法院，服贸协议就要过了。所以当时上法院，每一个人都讲说，对我有进去，我有破坏公务，我有这个进入立法院，但是我是为了要阻挡这个服贸协议通过，所以不得不为。那现在我们在看这一些死人联署案的时候，我不知道死人联署难道是为了监督民进党不得不为的最后手段吗？如果没有死人联署，没有伪造文书，就没办法监督吗？这个非常离谱嘛！我自己也是民代啊，那我说我今天监督蒋万安，我就可以伪造文书吗？说什么搜查党部就一定是政治破坏？各位，我讲一个最简单，虽然这个实在有点不好意思，本会啊，台北市议会，光是这一届就不知道被收过多少次了啦。什么台智光的弊案啦，什么诈领助理费了一大堆啦，难道都可以哭说，哎呦，我这个是监督蒋万安所在地耶，你怎么可以来这样抄我们的这个？不能这样吧，因为你犯法在先啊。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其实现在踩刹车还来得及。什么叫踩刹车？很简单嘛，你现在朱立伦放话说要大罢免，好，那你第二阶段能不能老老实实的收集联署？第二阶段现在应该会是这样嘛，而且朱立伦下的军令状是叫你们的地方公职或民代不是每个人都要负责什么什么这些，所以这次应该看起来，尤其前面都被办成这个样，你告诉我现在，如果现在还有人敢这样玩，但问题是，你看国民党总是突破我们的想象。李孝亮前几天上有台节目说，大家都知道联署跟我没关系啊，我根本不知道领衔人是什么，这个完全要突破我们的想象啊，对不对？会不会到2届联署的时候？到最后有些3重的领衔人不见了，3重的现在联络不上了。我刚刚还去看说国民党办的这个罢免2届联署多少摊位啊？结果呢，就看到这个赖以任他有一个星期摆摊5天，一摊2个小时。我就说你这样算一算，你1分钟就收集到1张好了。你这样1个星期摆摊5天，你也才不过这个到底有没有认真？那所以我是认为说，有问题就处理。你面对这死人联署，你就面对嘛。过去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对不对？以后种种，你还有机会生啊。傅昆萁的这个什么矿权，国民党矿税，以前国民党其实那个廖福本，这个所谓的镇长税的这个问题，其实同样是不是廖学广，对不起，讲错，廖学广镇长税的问题。但是以前我们都以为那勾诈了嘛。但现在傅昆萁县长税又来了，那你国民党你要护下去吗？简单一个，能不能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啊？你傅昆萁现在这个有贪腐了，我们把它切掉，搞不好大罢免的火就灭了嘛。是哥，我觉得刚才我跟博雅是同事的，不过我觉得博雅刚才去拿去做收议会，然后跟去收在党党部去做相同比喻，我觉得这比喻有点失当了，这是失当。那两个对。发动机关不一样，然后这个被搜查的机关不一样。什么发动机关不一样？我说这个被搜查的机关不一样，然后再来那个目的性也不一样，然后那个时候的观感会不一样。我觉得这两件不同，是不能这样子去做比喻，而且这包含刚刚讲台之光的案子或者某些处理费的案子，那基本上这个就跟在选举的。在签接联署、罢免联署的那种法律案件的重量性，我觉得也不一样。我觉得这样的类比有点不太对。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再来，如果国民党要抄名册，我也在想说，其实最快的方式，因为我们才刚缴完党费嘛，就去抄有交党费就没事了。人家一定活的，对，活的，对，一定是活生生的存在，而且。今年要选党代表，要选党主席，所以今年去整理这党籍资料是最清楚的一年。我们刚刚讲，可是为什么像这种还会扯到民政处？所以我不知道，我怀疑，基本上我对检方现在讲话的一些内容，或者是说先去给人家说疑似怎样，我基本上是怀疑的。我刚才讲的那段，我要先讲，因为照法律上我一定要讲这一段，任何一个案子在被。3审定谳以前，你要推定他是无罪。那我们现在做一个假设，因为现在是媒体传出来说，民政处长涉及到就是有没有包括民政的一些个资的一些资料，就直接拿去便宜行事这样。那我只能说，我们用假设这个报道它真有其，因为他现在是声押，那一定要到法院那个地方把所有人送上去。可是检方动到声押去了，也就表示某种程度，他多多少少手上要有一些东西让法院看。如果以这个假设前提为真，你很难想象。我刚刚还是回到那个问题，这么一件事情为什么要扯到民政处？
思康，如果真有歧视啦，那当然你说最后要看到底那个法院那到底是怎么样，有没有压啦或者什么这些。可是如果真有歧视，这是不可原谅之事。我不觉得党部你们自己怎么样是一回事，行政系统怎么会尬到这个里头来？基本上我不太认为说他会去大拿一些名单给他抄，我觉得不会这样干。所以到底是不是检方所讲那样，或是会后面是某些媒体去诠释的那样，我基本上是打很大的问号，很大的问号，因为。你做一个民政处长，都很了解手上的东西能不能抄。就像黄旅，他之前也讲过，对他当过民政局长，是，他也做过党部主委，所以他知道说什么东西能抄，什么东西不能给，什么能给，他是有个界限，他是有个界限的。所以黄旅绝对不会傻到说我给你个名单，叫你去全抄，都不会干这个事。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是存疑啦。就是我就对检方现在很多事都存疑啦。我觉得这个现在也不能用未审先判，或者说就觉得张运祥是怎样。我觉得这个在一个现代国家的法治国家来说，我觉得这样的讲法非常糟糕。所以这个个案你可以存疑，那我们只能这样说：任何一个行政机关，尤其像行政、像民政处这些，都不应该会是介入到像这种把资料拿出去。这个没有错，因为这个界限要很清楚。选举罢免的时候，民政单位是很敏感的。因为所有的户籍资料什么都在他手上啊！你说明良珍，花莲的民政局长跟基隆的民政局长，两个是不一样的罪哦。明良珍是交代底下的人把那个联署书影印出来以后去查对真伪，其实这不是民政局的业务这是选委会的业务，这是选委会的业务他既然拿着去。然后人家劝他，他还不听，你看民政局有多大，他可以动员里长陪着他们的同仁去，因为里长跟民政局的关系好。那你回过头来看基隆里面民政局如果照那一个程度摄入的，照报道如果摄入的话，那这一个民政局长往上往下的关系是什么？明良珍很清楚，往上往下的关系很清楚，他就是跟傅耕耆夫妻好啊。那一天花莲宣讲的时候，他不是还陪着傅耕耆去吃那个什么烧酒鸡还是什么？然后里面有花莲市代会主席什么一大堆在里面呢。你就说，那基隆的民政局长如果真的如报道的话，谁交代他做？这一个案子，民政局局长他是局长，他是利用公权力，他的执掌范围内去开，如果把名册拿出来给别人去的话，那个罪行还不是一般罪行那个还不是一般罪行你愿意犯这个，你民政局长，你不会不知道这个是很严重的法律问题吧？那你为什么要做？现在检调，尽快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整件事情会出现两个，一个是刚才一副讲上下的关系，这些民政单位如果真的照报道有涉及到这个的话，是他自己要做，还是有没有牵扯到包括上层的关系或其他这些？第二个是，当整个国民党有涉及到这些，是很多地方党部，你看到是民进党是秘书长林右昌直接出来直指说朱立伦你知情吗？这已经升到两个政党之间，大家直接校正，你们是不是就是不要再告诉我是地方党部的问题，是不是从中央以降，然后是这样，这个成绩已经拉到这个样子喽？我会录影录到一半全裸吗？不会，但我到海滩上大家都没穿衣服，那我可能会。我到海滩上，大家都没穿衣服，那我可能会。我在民进党敢超户政系统吗？我跟你保证不会。但为什么在国民党就敢？原因是因为传统政治里面，从最早省议会时代就有这种当官为王的。以前这个我刚好雾峰省议会在雾峰嘛，我刚当过那里的立委，我听过那边的奇闻异事。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早期台湾的政治是有多么你有办法想象？对。12点的时候，议长敲锤子，讲喝啊，麦克门啊，在后面打1万底的麻将，那个年代的1万底，
我们的立法委员有2个，为了要去雾峰开会，他们自己私人买直升机通勤。那这些事情以前都有，这个有吧？怎么了？说不出来。有这些奇闻异事都有。那个时候哪有什么人在看什么议会质询？大家都嘛局处长叫来，吼，教育部我来讲，阮选区一个学校讲要讨100万，你要拖半当。今仔日我找你来的200，安尼你听有无？好啊，你这样走啊！所以什么奇奇怪怪的人都有嘛。这地方派系就是这样长大的。那傅昆萁是经过那个年代的，所以他们很自然的会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做嘛。这今天不是一个这个叫北基宜花4个民政处长都出事。基隆的是谁？这个张元祥嘛，疑似用户政系统超联署嘛。台北的是谁？叫黄吕锦如嘛，现在不是前台北市长的民政，我现在讲这一个单位了。然后第3个是谁？没有报警。明良珍啊，明廉珍花莲啊，再来宜兰呢，他前一阵子贪污治罪贪污相关的时候也有叫他了，他也有涉案，就是他们会觉得我当上那个位置是你们给我看的，是你们给我用的。你加入我的党员名册是你们授权我抄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风气有没有被党内的中年轻世代喝止嘛？没有的话，当然就已经继续做啊。没有的话，他从以前的遗绪到现在，他一定继续做的。我听过一个讨论，但是这个不能太明确的讲是谁。2018年这个蓝营大胜嘛，燕子、秃子、什么蛙哥、汉子上去嘛。然后这个时候我刚好有机会参加了某些人的讨论，就是谁为什么没有办法连任之类的啦哈。那个讨论里面就说你不会叫民政什么东西蛙哥的去抄一抄念就好，说话的。刚好就是比较我们认为传统的大佬，然后这个没有连任的，刚好就是比较年轻、相对年轻的这个首长他们就为了这件事情争执，所以这个是文化的问题，这个是风气的问题。在这里我不敢脱衣服，但到了沙滩我可以。在某些地方你会觉得这些资料不能用，可是偏偏在国民党刚好北宜花东相关民政的，他们都觉得这个可以，这个不是我的问题了吧？这个是国民党至亲的问题，你给我骂100次都没有用啊！国民党看到我就转台啦。问题是国民党的人有没有去跟自己的人讲这个东西不要再用了？可能以前可以，现在不要了嘛。这个才是我认为他们可以考虑的重点。那你可以告诉我，你觉得为什么朱立伦会喊罢免赖清德？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难度嘛。为什么要喊罢免赖清德？死马当活马医，表现他的战斗态度啊。这只是我不能理解啦，就是好，这个上公其实也有讲过嘛，要么就倒戈，要么就是蓝霸绿14席成功，绿霸蓝0席。就是蓝营全部保住，绿营几乎全部都被罢掉。75、76席的立法委员发动倒戈，发动罢免，然后再交给老百姓。不是这个合理那如果要这样子做也可以，有没有往那个方向做？有没有呼吁大家接下来登高一呼罢免赖清德？各位，待会游览车上车的时候，我们重新更新一下党员名单，才不会又超到死亡的。那依序排队，然后旁边像园游会这样子摆摊，大家开始罢免不用，罢免是立法院发动，不用抄名单。对，但是他也先罢免嘛，他就是现阶段的罢免也要走，包括2阶的那些，对，包括现阶段的也要走，然后这个。立法院里面的倒戈也要做，就全部都做嘛然后看民众党要不要表态，不表态你家的事，反正我就全部都做，也没有那个决心，所以我认为那个真的是坦白讲，我认为是政治口号，挂美本比亚重大了，就是半夜吹哨子医生是为什么朱立伦在这个节骨眼上426会喊出要罢免赖清德？另外，现在看起来所有这些的联署，当民党的秘书长李永昌直问朱立伦知不知情？这整个司法的火会要一路再往上烧，一路这样烧上去吗？如果你看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包括跟罢团聊这些的话，还有一些资讯的来源，大概2阶段会过多少？好，为什么现阶段要罢免赖清德？因为倒戈不可能啊。不敢倒戈啦，应该说不敢倒戈，而国民党内部对于倒戈也有不同的声音。因为国民党我直接讲嘛，我不会被罢免，我为什么要配合你们这些台北市可能会被罢掉的人一起死？所以又要重选一次，重选的国民党选举是要花钱的，选举是很花钱的，所以这些所谓国民党内不分区除外啦，至少有10几20席我不会被罢免掉嘛。那这10几20席，我为什么要陪你们台北市那5席会被罢掉的人去重新选举嘛？所以国民党内就已经有不同的声音，更何况民众党这8席绝对不可能嘛。黄国昌出来讲。
少了一席，你要不要辞掉党主席？我一定不要嘛。所以为什么朱立伦跑去找黄国昌，然后搞了一场426，最后一起喊出罢免赖清德？因为可能做到了不要做，不可能做到可以喊大声一点，所以就专门喊那种不可能做到了嘛。朱立伦从头到尾面对罢免这件事情提了多少对案了？从所谓的以罢制罢、反恶罢、公投绑大罢免、倒阁解散罢免赖清德现在要全面的罢免所有的绿委，哪一件事情做到了？全部都在喊口号啊！他只要越拖越久最好罢免热潮拖到明年，他的党主席可以继续做啊。而国民党内为什么让朱立伦可以这么做？因为国民党内说反正被罢免掉的立委算你朱立伦的，你倒掉换我所以我就是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你朱立伦嘛。所以整个国民党现在就是一个离心离德，对于大罢免这个情势，对于国民党可能会被罢掉很多席的这个危机，完全没有人会想要关心，因为全部都想要推给朱立伦嘛，所以朱立伦就推给赖清德嘛，所以这个罢免的气势让整个国民党不想要帮朱立伦扛嘛，而罢免的气势有多高？我直接讲了，大家都在讲20、30、20、25是高标，赖清德的高标叫35啦。这个是卓冠廷铺，赖清德已经下军令罢免35个蓝委，联署都要再过，然后来交办林右昌一件事，哪一个议员不认真的哪一个党部不认真，告诉我。所以昨天已经开始有一些罢团开始有一些公民团体开始在点名说，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哪些议员是不认真的，哪些议员认真的，我有看到网络上面有一些已经出来了。所以就表示说，他希望所有的罢团最后能够气势全部冲过嘛。因为当初赖清德答应什么事情？赖清德答应一件事情，所有民进党要做所有罢团的后盾嘛。那后盾当然是我是不会帮你们全部推过去，最后在3阶段是不是能够罢免掉再来说嘛？那是不是能够罢免掉？中国那边可能最近大家如果看到有一个学者，他也讲出一个讯息，中国觉得有15个会被罢掉。我没有那么乐观，我跟钟小平是赌10个啦，赌10个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推算合理的推算，10个里面如果国民党内部如果再这样的下去的话，你第4阶段的补选，你国民党还能够团结吗？包含提名谁都是一个问题嘛。那提名权算朱立伦的，还是算卢秀燕的，还是蒋万安要决定说我台北市被罢掉了，我要提名谁？变成是国民党内部为了争取这个提名，可能都先乱成一团了嘛。包含我们4刚也很有机会台北市你不要觉得你士林北投不能选其他区域，可以选可以选中山因为只要户籍在台北市就可以选台北市被罢掉的立委，很典型见缝插针的讲法。刚才3Q 有在鼓励你只剩下你是议员而已。不讲，先把2阶做完。我以为本来都只是同选区的，像李明贤来，然后李彦秀同一个行政区，原来现在不是一个同一个行政区。在补选的规定，只要涉及，譬如说台北市的选区，只要涉及在台北市都可以来参选嘛。所以这个东西变成是国民党一个提名的麻烦，为了争取提名，他们内部也会内乱嘛。所以民进党到最后会不会因为这样大量被过2阶段之后，如果35区，不要说35区，25区过2阶段，如果有一半被罢免掉12区，那在补选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在一半的6区？大家现在的算法是这样子，就是说25，然后12，然后最后是6区，6区回过头来在立法院就实质过半嘛。那实质过半，直接讲为什么大家都喊，只要让国民党罢掉之后，民进党多了6席，你甚至可以送你民众党的8席。民进党到最后会不会因为这样大量被过2阶段之后，如果35区，不要说35区，25区过2阶段，如果有一半被罢免掉12区，那在补选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在一半的6区？大家现在的算法是这样子，就是说25，然后12，然后最后是6区，6区回过头来在立法院就实质过半嘛。那实质过半，直接讲为什么大家都喊，只要让国民党罢掉之后，民进党多了6席，你甚至可以送你民众党的8席。最近黄国昌常讲黄智贤不重要，如果
国民进党在立法院里面实质过半，那8席也不重要。而黄国昌在民众党里面会是一个不重要政党的不重要的党主席，因为那个党在426大家看得很清楚，大家还是想着救柯文哲，而不是认同你黄国昌。OK， 不，赖主席有下那样军令吗？这个罢免很困难的哈，所以其实赖主席的意思。他是觉得就是说35席，你不要分困难或简单，我们都是要全力当这个所有罢免团体的后盾，全力当他的志工啊，成立联署站，协助行政作业，然后替他们排除掉可能联署上的一些干扰阻碍哈。所以说35个罢区都是我们要全力协助的哈。那当然这个罢免是很困难。不太可能说35区全部，因为有各种不同的状况，所以我觉得他的意思其实是鼓励大家对不管困难或简单都要全力去协助，原意应该是这样。那我要讲就是说，为什么真的那么困难？你们刚刚讲到那个议员的部分，第一个，我觉得那个基隆的民政处长他到底有没有罪，这个东西其实一目了然，也都不用再争执，因为户政系统现在非常先进，谁进入户政系统，谁看了多久，谁影印哪一些资料，截取哪些资料都很清楚，所以这个东西到时候一翻两瞪眼。第二个，其实坦白说，我真的觉得国民党是懒了，真的是懒啊。第二个就是正当性不足，如果不是懒，就是正当性不足。因为我哥你知道吗？罢免一个议员他的提议我不是说到第二阶段就一阶段1%。几百张就有了，几百张就过了。可是为什么说几百张还必须要动用到进入户政系统去拿资料，不然的话弄不出来？第一个正当性不足了。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议员都是在地服务，他选区其实不见得很大，但是呢，每一个议员，你知道议员跟立委不一样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你罢掉立委，罢一个可以补选一个。你罢掉议员，你那一区如果没有过半的话，是不能补选换句话讲，像基隆这个郑文鼎这么优秀，张志豪这么优秀，你把他们罢掉了，你那个选区就少一个议员服务处，少一个议员替你服务。不是说议员罢掉可以补选。那我要讲是假设议员真的这么好罢，那你就这个摆一个摊子，几百张1%，我相信很快就到。就算要身份证，就算用新法适用新法，我认为都不难。可是为什么会那么困难？就是正当性不足嘛。所以我话讲回来就是说，大家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罢免的这个权利可以使用，其实是得来不易啊。为什么我们要针对这个部分每个程序都要求那么严谨？就是知道民意的传递是很重要。民意真的有这样的表现，我们当然支持；民意没有这样表现，你也不能够随便伪造。不，四哥，为什么喊出那个罢免赖清德这一块？因为实务的困难度大家都知道。对啊。OK， 这个大家的也板上钉钉看得到那些数字是这样，可是喊出来这个而且说520，因为要1年以后嘛，就520。朱主席是真的就会这样干嘛？那除了这个以外，他有下军令是讲说，要包括2阶现在要对绿委要做的，要大家要总动员，然后每个人都有分配，是有分配扣打吗？然后一定要有多少吗？就是意思就是第一个，刚才阿苗一直在质疑说。2阶不会再犯1阶的这种死亡恋辱或什么，看起来应该是不会吧 ？OK， 然后2阶，那对你们现在来讲的话，你们要拼的目标能够达到多少？2阶就努力拼而且以目前的这个联署的速度看起来，我们服务处是基本上每天都2组人在外面。OK， 有2组在外面的。那因为有时候上个礼拜几天下雨天比较就大家麻烦，但是呢。这几个这个助燃点呢，也是感谢民进党。第一个就是这个大搜索就是2个礼拜前大搜索那一天，包括那几个年轻人被搜索，然后被调去问话，然后到半夜之后才弄。那个之后的3、4天都大家都跑很快，那觉得有点看不下去嘛。那再来就是上个礼拜活动的前后，包括这个礼拜1都开始就吸引很多人，吸引很多人来去做联署，所以联署的速度，坦白说比我想象中的好，然后甚至这个，因为2阶要10%，而且照刚才那个算法，大家都会往前再拉大概个30%左右。对，我们也是要往前拉了，一定嘛。比如说我们他假设安全的是27000的话，我觉得可能要拉到35000以上，这样比较安全，因为中间可能被挑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想大家就做努力。包含是我们自己选区里面的民意代表、党籍民代，大家都看得到，就是大家都为了
就是我告诉我的连署点在哪里，就看到每天都有人大家在去收连署书。党中央有真的下公文叫你们这样干吗？他是有一个公文，但是我那公文讲的也没有说特别的是吗？清楚啦，有公文就是这个公文就是说。没，因为我们要看公文，看你们党中央的决定。那比如说之前传出来那个民进党那说，就是你自己得票率的多少10%哦，30%，我印象中民进党是30%，所以有的人什么3000多，有的5000多，5000多哇哇叫。对啊，对，那这个党中央就发的就比较，就是说他说各民代2届联署的结果列入考核，因为明年就要提名了嘛，列入考核。那再来呢，也会公告。让支持者知道我们在地议员民代的努力成果啊，然后让大家一起来见证。那种用词比较正面啊，然后一起来见证，那无形中就会给压力，就说大家要去批那个交出来的结果。如果他真的会公布的话，要在结果，所以大家都很努力的在街头上。那确实是你现在的情况啊，我们面临到几个，第一个有人怕这个资料会不会被外漏啊，会不会外漏保密性的问题。OK， 然后第二个怕被查水表的问题。特别有一些这个退休的族群，然后特别是如果有的人在公家机关工作的，他的家人或是还有他怕被这秋后算账、查水表这类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有时候要说服他们，其实要花一点点时间。再来就是大家填那个表格也不是那么好填，对，大家不要以为说每个人都噼啦啪啦啪啦这样填，你问邵逸夫就知道了。对。然后我没有填，我只有签名，那都是霸团的党工，对的，他们填的。OK， 那就是说也不是没有那么好填呐，你要知道还要告诉他们怎么填，而且很妙的是呢，你要最好跟你的身份证写法一模一样。因为我听说好像选委会连你比如说我们住几楼有没有？大家仔细看哦，你的身份证写，比如说我住3楼，他那个3呢是国字这样3。不是阿拉伯的3，照着身份证写。所以有的我们一般在写的话，我都会习惯就写阿拉伯的3，而不会写国字的3。那听说如果你写的阿拉伯3的话，就会被剔除，就会被剔除。好，所以这一类的在填的时候，在旁边就是看，要指导他们，不要让大家的这个心意。所以现在知道，其实志工这些所有那个罢免过程真的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大家就一步一脚印的。而且我们也对于说有人捧一大堆来那个，我们基本上就很多质疑。就会担心说有些是不是被故意去灌水，或者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在那个名单里面。你刚刚讲那个捧一大堆了，我今天看媒体上是台东吗？说在台东，当然就是要罢蓝委那个黄建斌的那一区。我看媒体上报道就是那个罢团，这是罢团主动公布的，说有人拿了一堆那个联署书来，不是，各位，你要不你就告诉他你是开玩笑。要不然呢，你要骗人，你就认真的骗。各位，你知道那些名字吗？我念几个你比较熟的，李世民熟不熟？唐太宗。OK， 我再念几个你比较熟的啊，你比较不熟的，像卫子夫，就是卫青的姐姐，她叫卫皇后，霍去病的应该算霍去病的阿姨吧。然后李世民，然后还有他底下的几个大将还有徐茂公。然后还就是都是唐朝跟汉朝的名将，或是功臣，不是各位大哥，你们大家抄名册可不可以不要这个样？然后你把去给罢团，不管你我还是回到他户籍地是在故宫吗？对，有可能。不管你我还是回到他户籍地是在故宫吗？对，有可能。我就补充这一点哈，这个上一个自称唐太宗已经在土城称帝了啊，所以大家不要乱抄。第二个我要肯定罢团，你看哦，他们其实是看得非常仔细啊。他们其实，如果你去看他们现在在整理名册的那个，是一个流水线，有好几个人在专门对名册，他们有没有所谓的户政系统可以对啊？其实他们看的是对笔迹，如果有重复签署在同一张里面，笔迹如果很类似的话，他们就回过头来讲看，这个人是谁，所以才查出这么好笑的一个名册出来嘛。表示真正的公民团体，他们对于每一个联署书，他们代字就是比钱还重要啊。哪像国民党人不是到处乱抄？我再重新，刚才志刚有一些错误讯息，我必须帮基隆罢团讲一下话。117件不合格，而不是死亡。他们是0人死亡，而这117件不合格，基隆市的选委会只寄了27份的查询单。
他们应该是117件都应该查询是不是你本人才对，但是他们没有记。而基隆市的选委会的总干事是谁？就是张渊祥，就是现在被爆出他抄了民政系统的名单的这个人，同一个人。思刚讲得很好，我也觉得司法要中立啊，司法的整个程序要严谨啊，但是行政该不该中立？张渊祥这样一个作为，我说真的，思刚你自己是议员，如果你被你的台北市民政局局长用抄名册的方式去提案要罢免你张思刚，你会不会气死？当然会气死嘛！将心比心，为什么基隆市会发生这种事情？我要讲是基隆市会发生的事情，跟3Q 刚才讲的地方派系、传统的地方派系，他们在怎么操作？这些人啊，都是地方派系之子啊。张渊祥是张通龙的儿子，也是过去的基隆市长。林佩祥现在要被罢免掉的这个立委，被提案要罢免的立委是林水木的儿子嘛？更不用说，对，谢国良是基隆2姓的谢家的儿子嘛，所以他们这3个人其实等于是国民党在基隆市的所有的基层的地盘都在这3个人底下。我要讲是说，如果你们真的有组织，真的有地方派系，也无所谓，为什么还要抄民政局的民政系统，偷取个资去参与联署？你不是张通龙前之子吗？你随便办几个参会，说真的都已经联署出来了。这个部分，我想就是等待，我也不能说真的剪掉了，因为剪掉的有些办的部分，当然已经质疑性很高了。但是我觉得这部分要让正反方，完全就俱成。OK， 啊，我也完全俱成。这部分我们觉得基本上现在去谈这个都是臆测，都是臆测。我觉得也许对基隆市民政局的朋友、工作的朋友，我觉得也不公平啊，也不公平。这部分啊，再来就是那下一阶段呢，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个考验呐，因为对国民党来说，如果人数的部分如果2阶过少，然后我觉得对于党中央来说，对我们自己民代来说，都是一种压力，特别是426这么多人出来，就代表很多人对很多事情就看不下去，所以这个部分不管在未来的联署，或是说在其他的一些政治的行动上面，包括罢免赖清德，因为其实我们在街头这样走，很多人就说罢免赖清德，但是我也跟他们讲说，你实务面上面，因为很多人以为说是不是一样，就透过联署，民众联署就能够罢免总统，说现在我们法律并不是这样子，所以朱立伦这样的讲法，基本上也是呼应很多民众的一个想法 ，OK， 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重要是留一个记录，任何一个总统如果在被立法院提出来一个罢免案，我觉得都是脸上无光。尚空，你觉得朱立伦喊罢免的这件事情，有人当然琢磨着讲说要累积政治能量啦，或是甚或会不会跟党主席之争有关？不管，但这个时候喊出来以后，接下来的步骤到底该怎么做？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像譬如说白银，像齐凯、张启凯委员他们就讲说，罢绿营14席很难吗？不是，他其实真的没有这么容易。就像蓝营要守住35席全部。大家说都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大家就讲，如果白银是觉得罢14席不难，那干脆大家就倒戈了，大家就干脆全部都重选一次，是真的要这样搞吗？现在国内你怎么评估？像刘凯直接说，赖清德如果要是真的赶下来一起重选，他一定选不到当初的40%，会吗？我觉得这个都是政治上的语言。我是说，司法啊，律师也在这边。你能不能羁押？你要不要羁押？你到了高院抗告到高院等等的一大堆，到最后1审、2审审判，司法讲的是证据。好，政治唯一一个好处是政治操作可以不用讲证据，而且通常没有证据。通常没有证据嘛，那就跟你讲一句话嘛。我没有亲眼看到他拿钱放在口袋里，所以他就清廉。这个黄国昌的名言嘛。所以朱立伦我没有亲眼看到他抄，所以没有抄。因为政治的操作是不讲证据，政治的操作有时候也不讲可能性，因为如果政治操作要讲可能性的话，那有很多东西都不用讲了，反而是可能性的，我反而不要讲。第一个，你注意看，谈到其实不是426谈罢免赖清德哦，他最早讲不是426哦，417在北检，因为他讲完了，没有人理他，因为隔一天或是当天，大家
写的是蒋万安倒戈哦，其他当天有讲罢免陈水扁哦，啊不赖清德哦，其实你去看哦，当天的讲话记录有讲哦，朱立伦就有讲了，没有人要理他，没有人要理他。其实朱立伦在担心的是，我真的提倒戈，结果你民进党真的给我投下去了，然后就全面改选，因为民进党如果有人投，让倒戈成立，一定是赖清德下一步要解散国会。当然，如果我只走罢免，民进党就不会投了，民进党就不会投了。那反而怕的是民进党真的给你投下去了，倒戈。如果真的倒戈解散国会，其实朱立伦怕的是这个。朱立伦怕的是倒戈解散国会以后选的席次远不如现在吗？那黄国昌也怕，大家都怕，现在的氛围，而且第二个没有总统候选人哦，没有总统候选人哦，朱立伦自己也会垫一下吧，他到台北有票吗？他到高雄有票吗？他到哪里选举有票？我总要垫一下嘛，所以发现反而有机会的朱立伦不要，朱立伦一定要没有机会的，没有机会的政治操作是最安全的，最安全的。第一个426之后。你要靠一场那样的聚会，一路把那个情绪拉到7月投票，可能吗？绝不可能，绝不可能。那你要用什么东西去维持我基本盘的情绪？我一定要让我维持在一个情绪吗？罢免弹劾赖清德他弹劾也有讲啊，全部都是2/3的高门槛啊，而罢免弹劾，然后就告诉你。我们弹劾有没有机会？大家会想你弹劾有没有机会嘛？那张启凯说有，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张启凯说0没机会。不信我们来赌，我赌输了，从此我不上电视。你赌输了，池立委，敢不敢跟我赌？敢不敢跟我赌？喂，35-15不要忘记哦，进2阶是35-15哦。对，你15个。最多3阶只能掉1个。然后就告诉你，我们弹劾有没有机会？大家会想你弹劾有没有机会嘛？那张启凯说有，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张启凯说0没机会。不信我们来赌。我赌输了，从此我不上电视。你赌输了，池立委，敢不敢跟我赌？敢不敢跟我赌？喂，35-15不要忘记哦，进2阶是35-15哦。对，你15个，最多3阶只能掉1个。然后还要罢成功14个，选上14个。对啊，那还有。国民党1个都不能被罢掉。是，张启凯，我跟你赌了，好吧？他根本不是一个实际的会不会过的问题嘛。它是一个政治操作，要给基层里面去反绿反赖的一个情绪嘛。担心的是一件事，反罢免却不出来投票的票源嘛，我要想尽办法把它逼出来嘛。想尽办法，它不是过不过的问题啊。如果人家说倒戈是个假议题，那罢免跟弹劾根本就不是议题嘛。所以为什么会去把一个不是议题的拿来议题？第一个，他不要倒戈，然后他又要维持一些量能，他又要维持地方上面仇绿反赖的那一种情绪，要他们出来投票，不要不同意罢免又不出来投票，那国民党会死得很难看了。如果这就是个政治动作。如果照刚刚那个政治动作一路往下走，阿淼是对了。其实大家426看完以后问的是同一个问题啦。接下来呢？因为接下来2阶好，我们现在大概算一下，5月2号说罢傅昆萁的团体要送件，可是他们大概累积一下，最晚大概不会超过5月8号左右。也就是说，希望把那个如果像真的媒体上报道会过2阶过20个，甚或25个，在5月8号以前送。他们会希望在同一天投票，
那就是变成全国最起码大概是中型的一个选举了。那个声势跟单独罢免一定不一样。可是对国民党来讲，要怎么样能够把426推出，或是像思刚他们一定会帮他们的委员担心的是，你就算不反对，他也不出来，他觉得他不出来，大概就是表示他不同意，这对他们来讲是伤。蓝绿之间该怎么样各自去把那个动能够拉到最高的一个阶段？这样，那白银呢？黄昌他们在那里面讲说，我们一定参战到底，他怎么参战？这个426之后，接下来一定是走一个国民党继续乱的路线，因为对国民党来说，他要乱，他才能召唤出他的深蓝。假设说今天这个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谈啦，好，那谈，那深蓝不出来了，没有不同意票，所以他一定必须要继续来这个寻找议题啦，这样讲，各种炒作议题。那可是问题是，国民党炒作的议题是没有章法的。每一个都像空包弹，倒戈也是个空包弹，罢免总统也是个空包弹，就是他找不出来实际上任何一个扎实的说，我们选定了这个议题，这个福国利民的，用这个来打，用这个来推，看能不能挡下这个罢免。像之前我还记得他们搞了4个公投，蓝白联手弄了4个公投可是我看很多反戒严、反废死、不在籍投票、核三重启。我才正想讲，除了上义夫之外，没有人能够在10秒之内说出那4个到底是什么。那他弄这4个说，那我把我的群众抠出来吧。可是第一个刚刚这个谢律师提到5月8号这个日期，为什么现在全国的这些罢免的35个大罢免的志工团队，他们本来是分2梯次，因为他们送件有前后隔1个礼拜。但为什么现在出现5月8号这日期浮现？因为他们知道国民党弄了4个公投，没有人想跟这个公投尬在一起，这整个焦点都模糊掉，所以大家会算说，是不是5月8号送件，然后一次过不补件，有机会在公投前可以投票，这是第一个。所以你看到这些公民团体，其实他们想得很清楚。他们光从开始这个要送件，然后算这些联署天数，包括现在接近4月底的时候，大家陆陆续续开始造册了，所以这群公民是很有头脑、很会想事情的那相对的，国民党这个就有点搞不清楚他的策略是什么，因为他设定了一个公投日作为他的主战场，可是问题是，罢免到底是哪一天投票的球根本不在国民党手上啊，国民党不能控制罢团哪一天送件嘛，那如果罢团把这个送件在5月8号完成，那罢免跟公投脱钩的时候，那国民党这公投要干嘛？他等于是要全国大动员去投4个没有意义的公投，那要花多少钱？可是不花钱不动员吗？如果国民党蓝白弄了4个公投，都没过，那反而是被赖清德赚到吗？所以国民党他现在所有因应的，不管是公投啦、倒戈啦、罢免赖清德啊，通通都虚的，很奇怪。这个政党他是这样子处理整个罢免的事情，再加上什么？再加上现在朱立伦说要以罢制罢，刚刚上公讲那个我有听懂，就是朱立伦说罢免赖清德就要让深蓝出来投票嘛。可国民党完全忽略了一件事情，是你要你的支持者出来投票的时候，你要告诉他怎么投票。很奇怪，这个政党他是这样子处理整个罢免的事情，再加上什么？再加上现在朱立伦说要以罢制罢，刚刚上公讲那个我有听懂，就是朱立伦说罢免赖清德就要让深蓝出来投票嘛。可国民党完全忽略了一件事情，是你要你的支持者出来投票的时候，你要告诉他怎么投票。就像之前讲到公投的时候，我们都讲过，国民党你弄了这4个公投，你一定要叫你的支持者出来投同意。可是罢免是要投不同意，就算2个真的绑在一起了，你要告诉你的支持者怎么投，怎么投？那一样啊，罢免赖清德，在基层这样喊，对，要罢免赖清德了。好，那我们现在拿到罢免选票，我要盖同意还是不同意？国民党你要怎么教你的支持者怎么投？因为他们知道不会到那一阶段，因为不会有要不要教罢免赖清德，是不是？我要讲的不是罢免赖清德的投票，而是国民党激这个情绪出来嘛。激这个情绪出来，然后罢免绿委，对，他罢免绿委，可是你绿委成案几个？那遇到罢免蓝委的投票的时候，
你的国民党的支持者怎么搞清楚我现在到底是要投同意还是不同意？应该要投不同意嘛，因为他不同意罢免蓝委嘛，但他心里又好想罢免赖清德哦，所以你要怎么去把这个连结起来？你要怎么把？我跟你讲，可以不信我没有关系，我很乐见你们这样弄下去，因为到时候你们在基层宣导的时候没有票可以啊。对，你没有选票去立法院没有，他讲的是内心的那个想法，这个过去国民党4大公投的时候，其实经历过。当时民进党打一个战术叫什么？4个不同意。是啊，其实当时民进党那时候口号是4个不同意的时候，他的支持者会知道。第一个，我们要回归政治现实啦。我觉得公投跟罢免一定是脱钩了啦，一定是脱钩了啦。第二个啊，这个不用再去讨论，啊，一定脱钩了。第二个，罢蓝委的这可能会全国会在同一天，对，所以因为这些罢团会协调嘛，对，那罢绿委陈功华会在另外一天，所以我不知道那数量是多少，但是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日程啊。罢绿委可以选23号了啊，然后大概往后推的话，可能到差不多都8月中旬啊，差不多嘛哈。因为他你说罢绿委的，就是罢绿委的话，蓝委是2个月60天嘛，就假设他是5月8号，还有审查是21天。没有这样，我讲啊，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8月的中下旬啊。5月8号送，他的40日审查会落在6月15号过后1-2天，过后1-2天，20天到60天里面要补选的时候，他完全就算60天。他碰不到8月23，一定碰不到，因为公投是在8月23，他就是碰不到8月23嘛，所以脱钩已经是必然的了。OK， 所以也不会出现苗博雅所讲这么复杂的状况。没有，所以很简单，就是说，假设我去那一天是碰到是罢蓝委的，那我的宣传就很简单，就通投我不赞成啊，不同意罢嘛。如果说我那天碰到是罢绿委，就我同罢。对，来，30秒。没有，就是他这个论述是建立在公投完全被放生的前提之上。那现在显然公投是要放生嘛，连国民党都不知道嘛。好，那你公投放生之后，接下来嘞？你要处理什么？所以现在国民党的困境就在于说，朱立伦他完全只是从超短线的政治思考。朱立伦的政治思考只有1星期，他讲的任何东西的赏味期只有1星期。那这个要怎么样帮助国家恢复正常？这我真的不知道。来，博文来，就是30秒。我觉得刚连张志刚在讲说罢免赖清德都是假议题，那我是觉得没有，我没有讲假议题，我是说你为历史留下记录。我没有假议题3个字，你的意思就是说根本没有票可以投，历史留下记录，就没有一个总统是被罢免的。你好歹尊重一下你自己的职业，好不好？你的党主席讲的话，你自己都这样吐，你过度延伸，我很难得替他讲话这样子，过度延伸。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说，我觉得不管是选举或罢免，其实对我们来看都是一样的严谨。而且罢免真的比选举要困难很多。所以一旦走到这一步我觉得各个政党都要有所警惕。那我再次提醒大家，就是立委跟议员真的不一样。你罢立委是罢一个补一个，你罢掉议员，罢一个就少一个，就没有办法补选。OK， 就民政处长这件事情，因为现在检方已经声押，那最后结果怎么样？看法院的裁定。最后当然要看最后如果真的有没有这样一些案的话，看司法怎么走。可是整个司法在这办的过程当中，蓝绿两边看司法这2个字似乎看法不太一样。但不管怎么说，整个大罢免一路再往下走的时候，如果真的算，不管5月2号或5月8号，当罢蓝委的所有件送出来以后，大概可以知道有多少届蓝委要进入到第3阶段的苦战。那对于国民党现在在整体中央下了军令以后，那对绿委来讲的话，有多少席会过了第2阶段，我们大家再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希望明天我们明天见，拜拜。